你真的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我冷冷地看着眼前这个曾经深爱的男人，张阔的脸瞬间变得苍白。晚秋，我打断了他，别急着解释，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。我拿出一个 U 盘，轻轻放在桌上。2年了，我等这一刻已经整整2年了。张阔颤抖着伸手去拿 U 盘，却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夜幕低垂，华灯初上，我站在落地窗前，凝视着城市里星星点点的灯火，心中翻涌着无法平息的怒火和痛苦。2年了，整整2年，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。我叫林晚秋，今年35岁。如果你问我这2年是怎么熬过来的，我可能会告诉你，我靠的是一种近乎偏执的执着和难以言喻的恨意。晚秋，我回来了。门口传来熟悉的声音，是我的丈夫张阔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调整好表情，转身迎接他。欢迎回家，今天工作还顺利吗？张阔脱下西装外套，露出疲惫的笑容。还行吧，最近公司的项目比较忙。他走过来，轻轻抱了抱我。我僵硬地回应着他的拥抱，心里却在冷笑。忙着和那个小三周倩约会吧，我去洗个澡，你先休息一下。张阔说完，便走进了浴室。我站在原地，回想起2年前那个改变我一生的夜晚。那天晚上，我本想给张阔一个惊喜，提前下班去他公司接他，谁知道我看到的却是他和一个年轻女人亲密搂抱的画面。那个女人就是周倩。我当时几乎崩溃，但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我决定不动声色，暗中收集证据，等待最佳时机揭穿他们的关系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开始了自己的秘密调查。我雇佣私家侦探跟踪张阔，收集他们约会的照片和视频。我黑进了张阔的手机和电脑，获取了他们的聊天记录和邮件往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意外发现了一个令我震惊的秘密。原来，周倩不仅是张阔的情人，还是他多年前一段露水姻缘的结果。更令人发指的是，张阔居然在外面和周倩组建了另一个家庭，他们已经有了一个3岁的女儿。这个发现几乎击垮了我。我曾经以为我们的婚姻是完美的，我们彼此相爱，只是工作忙碌才没有孩子。没想到一切都是谎言。我开始计划我的报复，我要让张阔和周倩付出代价，让他们尝尝被背叛的滋味。但我需要更多时间，更多证据。晚秋，你在想什么？张阔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。他已经洗完澡，穿着睡衣站在我面前。我勉强挤出一个微笑，没什么，就是在想工作的事。张阔皱了皱眉，你最近好像总是心事重重的，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？我摇摇头，没有，可能是最近睡眠不太好吧。那你早点休息，我去书房处理一些文件。张阔说完，轻轻吻了一下我的额头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心中五味杂陈。曾经我是那么爱他，相信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子，可现在我只感到无尽的痛苦和背叛。我走进卧室，打开床头柜的抽屉，里面躺着一个 U 盘，里面存储着这2年来我收集的所有证据。我轻轻抚摸着 U 盘，心里盘算着接下来的计划。第2天一早，我起床时发现张阔已经离开了，桌上留着一张便条，今天有个重要会议，晚上可能会晚点回来，爱你，张阔。我冷笑一声，拿起手机给私家侦探打了个电话，跟紧他，别让他发现。明白，林女士。私家侦探回答道。我开始了1天的工作，
作为一名成功的律师，我早已学会如何在工作中保持专注，不让个人情绪影响判断。但今天，我的心思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向张阔和周倩。下班后，我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开车来到了周倩住的小区。我坐在车里，静静地等待着。大约半小时后，我看到张阔的车驶入小区，我的心跳突然加快，手心冒出了冷汗。我拿出手机，拨通了一个号码。喂，周倩吗？我故意压低声音，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警惕的声音：“你是谁？”“我是张阔的妻子。”我直截了当地说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传来一声惊慌失措的“啪”，像是手机掉在了地上。我挂断电话，深吸一口气，计划开始了。我走下车，径直走向周倩的公寓。在门口，我遇到了正要进门的张阔。“晚秋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张阔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我想是时候该谈谈了。张阔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最终只是沉重地点了点头。我们一起进入公寓。周倩站在客厅中央，脸色惨白，手足无措。“坐吧，我们好好聊聊。”我示意他们坐下。张阔和周倩像两个做错事的孩子，默默地坐在沙发上。我环视四周，目光停留在墙上的一张全家福上。照片里，张阔和周倩中间站着一个可爱的小女孩，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真是幸福的一家人啊！我讽刺地说。张阔低下头。“晚秋，我可以解释。”我打断他。“解释什么？”“解释你背着我在外面有了另一个家庭，解释你欺骗了我整整5年。”周倩突然哭了起来。“对不起，林女士，我不该破坏你们的家庭。”我冷笑一声。“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”我拿出 U 盘，这里面有你们这些年来的所有证据，约会照片、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，甚至还有你们女儿的出生证明。张阔和周倩的脸色更加苍白了。“晚秋，求你。”张阔开口道。我打断他。“我不想听你的解释或道歉，我只想知道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不干脆离婚？”张阔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缓缓开口：“我爱你们2个，我没有勇气放弃任何一个。”我感到一阵眩晕，这个答案比我想象的还要残忍。“你以为你是谁？你凭什么左右我们的人生？”周倩突然站起来。“林女士，我知道我们做错了，但请你不要伤害孩子，他是无辜的。”我看着他，突然感到一阵疲惫。“我不会伤害孩子，我来这里只是想让你们知道，游戏结束了。”我转向张阔：“我会提出离婚。至于你和你的新家庭，我不会再干涉，但是我会把这些证据交给公司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”张阔脸色大变。“晚秋，你不能这样做，这会毁了我的事业。”我冷冷地看着他。“你早该想到这一天。”就在这时，门铃突然响了，我们3个人都愣住了。周倩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去开门。门外站着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中年男子。“请问是张阔先生在这里吗？”警察问道。张阔站起来：“我是张阔，请问有什么事？”警察严肃地说：“张先生，我们接到举报，说你涉嫌职务侵占和商业贿赂，请你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。”张阔的脸瞬间变得惨白，他不可置信地看向我。“晚秋，是你报的警？”我摇摇头，同样感到震惊。“不是我。”周倩突然发出一声尖叫，指着电视机。我们都顺着她的手指看去，电视新闻正在播报一条紧急消息：本台刚刚获悉，知名企业高管张阔涉嫌严重经济犯罪。据悉，张阔利用职务之便，与多家供应商串通，
侵占公司利益达数千万元。目前，警方已经介入调查。我们都呆住了。张阔摇摇晃晃地坐回沙发，脸色苍白如纸。警察走上前：“张先生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”就在张阔被带走的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个我筹划已久的复仇计划似乎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折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张阔的案件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。调查显示，他不仅涉嫌职务侵占和商业贿赂，还牵扯到了洗钱等多项罪名。我坐在律师事务所里，看着电视上不断播放的新闻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我本想用我收集的证据给张阔一个教训，让他在公司里身败名裂，但现在他面临的可能是长期的牢狱之灾。就在这时，我的助理敲门进来：“林律师，有个自称周倩的女士想见你。”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点点头：“让她进来吧。”周倩走进办公室，她看起来憔悴了许多。“林女士，我知道你可能不想见我，但我必须来。”我示意她坐下。“有什么事吗？”周倩深吸一口气：“是我举报了张阔。”我震惊地看着她：“什么？为什么？”周倩苦笑了一下：“因为我发现我也被他欺骗了。”她从包里拿出一叠文件，这些是我偶然发现的。张阔不仅背着你有了我们这个家庭，他还在其他城市有其他的女人和孩子。我接过文件，翻看着上面的照片和资料，感到一阵眩晕。原来，我们都是张阔精心编织的谎言中的一环。周倩继续说道：“当我发现这些后，我开始调查他的公司事务。我发现他一直在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。我无法接受自己和孩子的生活是建立在这些肮脏钱财之上的，所以我选择举报他。”我沉默了许久，然后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”周倩苦笑道：“因为我觉得你有权利知道真相，而且我想请你帮忙。”“帮什么忙？”我警惕地问。“我知道你是一名优秀的律师，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保护我女儿的权益。我不想让她因为父亲的罪行而受到伤害。”周倩恳求道。我看着眼前这个曾经的情敌，突然感到一阵复杂的情绪。我们都是受害者，都被同一个男人欺骗和伤害。经过深思熟虑，我最终点头同意了，不是为了周倩，而是为了那个无辜的孩子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开始着手处理张阔的案件和相关的民事纠纷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逐渐了解到更多关于张阔的真相。他不仅欺骗了我和周倩，还欺骗了其他几个女人。他利用自己的魅力和地位，编织了一张巨大的谎言网。在法庭上，我以专业律师的身份为周倩和她的女儿争取权益，同时我也帮助其他几位受害女性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。整个过程中，我努力保持着职业的冷静，但内心却翻涌着复杂的情感。庭审持续了数月，最终张阔因多项罪名被判处了15年有期徒刑，并处以巨额罚金。当法官宣读判决时，我看到张阔瞬间苍老了许多。他低着头，肩膀微微颤抖，似乎终于意识到了自己所造成的伤害。庭审结束后，我独自一人站在法院门口，看着夕阳缓缓西下。我想起了那个天真烂漫的大学时光，想起了我和张阔曾经许下的誓言。如今一切都已物是人非。就在这时，周倩带着她的女儿小文走了过来。“林律师，谢谢你。”周倩真诚地说。我摇摇头：“不用谢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小文怯生生地看着我，然后突然问道：“阿姨，我爸爸是不是做了很坏的事？”我蹲下身，平视着这个无辜的孩子，轻声说：“小文，
大人的世界有时候很复杂，你爸爸确实做错了一些事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爱你。重要的是，你要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是个好孩子。”小文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然后扑进周倩的怀里，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我突然感到一阵释然。我意识到，真正的复仇并不是让对方遭受痛苦，而是让自己从痛苦中解脱出来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。我辞去了律师事务所的工作，决定去偏远山区支教。我想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同时也给自己一个重新认识世界的机会。在山区的日子并不轻松，但却让我找到了久违的平静。每天教孩子们读书写字，看着他们天真烂漫的笑容，我感觉自己的心灵在慢慢愈合。有一天，我收到了一封信，信是张阔从监狱里寄来的。我犹豫了很久，最终还是打开了它。信中，张阔详细交代了他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。他承认自己被贪婪和虚荣蒙蔽了双眼，辜负了所有爱他的人。他说他终于明白，真正的幸福不是拥有多少，而是珍惜眼前人。看完信，我没有愤怒，也没有悲伤，只是感到一阵平静。我意识到，我已经原谅了张阔，也原谅了曾经的自己。又过了2年，我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，是医院打来的，说张阔病重，想见我最后一面。我坐了整整1天的车，赶到医院时已经是深夜。推开病房门，我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张阔，他瘦了很多，头发也白了大半。看到我，张阔的眼中闪过一丝惊喜，随即又暗淡下来。晚秋，你来了，他虚弱地说。我走到床边，轻声问：“你还好吗？”张阔苦笑了一下。医生说我活不过这个月了。晚秋，我知道我没资格请求你的原谅，但我还是想说声对不起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张阔，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，重要的是你明白了自己的错误。”张阔眼中闪过泪光。谢谢你，晚秋，你一直都是那么善良。我摇摇头，不，我只是学会了放下。我们聊了很久，聊起了大学时的往事，聊起了曾经的梦想。在那一刻，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的年代。第2天凌晨，张阔安详地离开了。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，他握着我的手，轻声说：“晚秋，谢谢你来送我。我这一生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了你。”我看着他慢慢闭上眼睛，心中泛起一阵复杂的情绪。曾经，我以为我永远无法原谅他，但在这一刻，我明白了，原谅不仅是给予他人的礼物，更是给予自己的解脱。张阔的葬礼很简单，除了我，只有周倩和小文来了。我们3个站在墓前，各怀心事。小文突然抬头问我：“林阿姨，你恨我爸爸吗？”我蹲下身，轻抚他的头发。小文，恨是一种很沉重的情感。我曾经恨过你爸爸，但现在不恨了，因为我明白每个人都会犯错，重要的是能够认识到错误，并努力改正。周倩看着我，眼中含泪。林女士，谢谢你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们可能无法度过那段艰难的日子。我摇摇头，我们都是受害者，但我们也都是幸存者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，勇敢地面对未来。离开墓地时，我回头看了一眼张阔的墓碑，阳光温柔地洒在大理石上，仿佛在诉说着生命的短暂和宽恕的力量。回到山区后，我继续我的支教工作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我会想起这段跌宕起伏的经历。我明白，这段经历虽然痛苦，但也让我成长，让我学会了宽恕，学会了放下。有时候，周倩会带着小文来看我，
看着小文天真烂漫的笑容，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欣慰。我知道生活总会继续，而我们能做的，就是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，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多年后，当我回首这段往事时，我不再感到痛苦和愤怒。我知道，真正的胜利不是战胜他人，而是战胜自己内心的仇恨和偏执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伤害者，也有可能成为被伤害者，但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学会原谅，学会放下，学会重新开始。这就是我的故事，一个关于背叛、复仇、原谅和重生的故事。也许它能给那些正在经历类似痛苦的人一些启示。生活总会给我们意想不到的转折，但只要我们保持希望，保持善良，我们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